这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，但他却不得不把脸遮住，因为在他出生的那天，医生只是看了他一眼，眼球瞬间变白，活生生的被帅死了。由于他长得实在太帅，只好把他的脸遮住。他有个好听的名儿，小帅。长大后的小帅患上了抑郁症，父母带着他去看心理医生，他告诉医生自己不是正常人，凡是看到他脸的人都会被帅死。那医生从来没见过如此嚣张的人，坚持让他摘掉脸上的绷带。小帅缓缓抬起了头，听到声音，父母赶忙跑进屋内。这医生已经是被他帅死的第66个了。等警察赶来，看到又是小帅，他们也拿他没有办法，毕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帅死人需要负责。小帅很无奈地低着头，盯着地上的砖头。他拿着砖头找到好兄弟丹尼，想让他帮自己在脸上来几下，因为他不想再帅死无辜的人。可丹尼却没答应，还在那儿摆弄手机。小帅直接伸手一扒拉，结果只是流了点鼻血。这天，小帅约了一个女孩吃饭，却碰巧遇到了女孩的前男友。他直接坐了下来，还嘲笑小帅缠着纱布跟个木姨奶似的，甚至动手掀飞他的帽子，一把抓着他的脑袋按在桌面上。幸好工作人员赶来，撵走了前男友。女孩见小帅这么怂，迈着2条大长腿就走了，只留下小帅嘚儿喝的坐在那儿。之后，他来到一座桥上，想从这里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他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帅，为什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走了过来，本以为他会安慰小帅，没想到他却说这里太矮了，想死的话得找个更高的桥。小帅一下就怂了，不敢跳了。他跟着女孩小美来到一家养老院，他们在这儿和2个老人侃大山。之后2人的关系越走越近，他们坐在满是糖豆的浴缸中，互相说出了心中的秘密。女孩缓缓拉开拉链，身上竟绑着一个心跳检测器。原来小美患有10分严重的心脏病，她每天都要依靠药物维持，没准哪天就会小命不保。小帅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 My face is lethally attractive. People see it. When they see my face, they... 从这之后，2人的感情迅速的升温发酵。小美伸手摘下了小帅的墨镜，墨镜下面是一双迷人的双眸，小美都看呆了。就在2人情不自禁时，原来是小帅的父母，他们一进门就愣住了，因为这是儿子第一次带女孩回家。缓过神来的母亲上前拥抱了一下小美。第2天，2人去爬山，小美咔嚓一下撅断一根树枝，把小手划出了血。小帅急坏了，他扯下一块脸上的纱布，贴心的给小美缠在手上。小美看着他，笑得很甜蜜。而此时胸前的检测器却发起了警报。到了晚上，他们躺在篝火旁，小美很想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，小帅却说只是一张脸而已。小美的表情瞬间变得很失望。小帅貌似想到了什么，突然掀开被子把他们蒙在下面。他让小美用手捂住眼睛，再用纱布给她蒙上，拿起她的小手让她抚摸脸颊，想用这样的办法让心爱的女孩感知到自己。躺下后，小美的检测器闪个不停，但她心里却美滋滋的。可这天，养老院的一位老人病倒在床，样子看起来十分的痛苦。小美不忍心看老人这样，因为她同样感同身受。她突然跟小帅说，想让他帮助老人安乐的离开，但小帅并不想这样做。他的容颜已经送走了太多无辜的人，他不希望再有人死在他的容颜下。小美此刻很失望，站起来走了。小帅来到那个老人面前，握着老人的手，问他想睡吗？老人露出了微笑。小帅慢慢的揭开了纱布。如果帅也是一种罪，那他早已经罪恶滔天。小帅揭开脸上的纱布，老人看到他那张帅气的脸，眼球开始变白，微笑着离开了。他走得很安详，没有一丝痛苦。不久后，小美邀请小帅去参加一个化妆舞会，并给他准备了一个狗头面具。跳舞时，小美抚摸着小帅的胸膛，接着扑进了他的怀里。他很享受当下的这一刻。小美笑得很开心，可却突然流出鼻血。她立马转身说去洗手间。小帅一直站在外面等她。这时，那个前男友鼓气囊塞的出来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小帅，上前一把勒住他的脖子，随后掀开了他的面具，露出那神仙般的双眸。对面的女人愣住了，眼球开始变白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又一个女人被他活活摔死，随后他就被赶来的警察带走。等小帅从警局出来，小美已经住进了医院，她的状况很不好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在临死前，他提了一个请求，他想看看自己最爱的人到底有多帅，可小帅却不忍心把他摔死，直接拒绝了小美。小帅回到家，拿起桌上的砖头，
幸好他的父母及时赶到，阻止了他的自残行为。小帅坐在浴缸里纠结了很久，而此时小美也必须靠呼吸机来维持了。隐约间，他看到了自己最心爱的男人，果然是小帅来了。他让小美先闭上眼睛，然后取下了脸上的纱布，躺在了小美的面前。小美缓缓地睁开双眼，她并没有被帅死。原来真心爱她的人是不会被帅死的。小美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然而这时机器发出了警报，最后小美还是离开了。小帅也找到了一份适合他的工作，一旦医院有人想安乐地离开，他就会拆下脸上的纱布。如果长得帅也是一种罪的话，那你们犯了这种罪吗？